老公的白月光自杀了，就因为我发了一条喜得贵子的朋友圈。他盛怒之下逼我打胎，孩子没了可以再怀，圆圆只有一个。我看着这个同床共眠3年的男人，遍体生寒。我冷笑，既然孩子没了，那你也可以滚了。大家好，分享今天的故事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轶事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我在家等了唐浩德半天，餐桌上精心准备的烛光晚餐早已凉透，面前茶几上还放着下午刚测过的试纸。我怀孕了，结婚3年，终于拥有了我和唐浩德的孩子。我迫不及待想跟他分享这份喜悦，可现在都已经凌晨1点了，唐浩德却迟迟没有接我电话，不回信息。以前他加班都会提前跟我说，他怕我担心。今天是发生了什么吗？越往下想，心底越发惴惴不安。我到底还是没忍住给浩德的助理打去了电话。王权，唐总是不是还在忙？10姐，唐总这会儿应该在医院。听到医院俩字，我呼吸一滞，大脑嗡嗡直响，第一反应是不是浩德出什么事了？廖小姐闹自杀，现在还没脱离生命危险，唐总此刻在医院守着呢。廖圆圆，唐浩德的白棚光，从第一眼见我起，便对我有着浓厚敌意的妇人。再多的他也不清楚。挂了电话，我又坐等了2个小时，唐浩德那头依然毫无音讯。窗外不知何时下起了狂风暴雨，闪电划破长空的声响，震得我心口阵阵刺痛。临天亮时，我还是不放心地去了医院。找到廖圆圆的病房时，里面的人正在说话。差一点，我差一点就成功了。你为什么要救我？透过玻璃，我看到廖圆圆左手手腕缠上了厚厚的绷带，脸色惨白地躺在床上，崩溃大哭。唐浩德几乎是瞬间就将她搂进了怀里，眼底的疼惜显而易见。他动作轻柔地揉着她发顶，温柔的语气像在哄小孩一般。没事了，一切都过去了。看着眼前这和谐的一幕，我失去了推门的勇气，手心不自觉地抚上肚子，里面正孕育着一个小生命。此时却一抽一搭地犯着痛，许是昨晚一夜太疲累的缘故。阿德，你让谢依霖把孩子打掉好不好？灵魂受到剧烈的撞击，我不可置信地抬头。廖圆圆她是疯了吗？病房里，廖圆圆双手死死拽着唐浩德的衣襟，用一种近乎哀求的眼神看着他。他脸上挂满了泪珠。谢依霖他是故意的，明知道我这辈子都不能再有孩子，他还发朋友圈恶心我。廖圆圆说到后面，早已泣不成声，甚至自残似的去扯手腕上的绷带。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还不如死了算了。好，我答应你。话几乎是脱口而出的。唐活德焦急地抓住他的双手，坚定的眼神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狠狠地剜进我的心窝，直至淋漓。我感觉自己快呼吸不上来了，逃也似的跑出医院。这个我期盼已久的孩子，他的爸爸却不想要他。虽然现在只是一个不成形的血块，但我还是替他感到很难过。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难眠。一闭上眼，面前出现的就是唐浩德那双淡漠冷血的眼睛。眼看着时间来到早上7点多，我索性下床，披了件外套，去阳台吹风。我住的是大平层，视野很好，能清晰地看到市一医院。那一个个亮着灯的小方格里，其中的某间正住着唐浩德和廖圆圆。盯的时间久了，思绪不由得飘远。我和唐浩德恋爱1年，结婚3年。
见廖媛媛的次数屈指可数。第一次是我和唐浩德刚在一起时，他带我去见朋友。包厢里大家有说有笑，气氛愉快和谐，唯独廖媛媛闷闷不乐。偶尔的对视，她看我的眼神都是充满让我困惑的敌意。起初我安慰自己是错觉，直到我夹菜她转桌，我说话她挑刺，就连不能吃辣也成为我的缺点。我终于确定她是真的不喜欢我。回去的路上，我问起关于廖媛媛的事，唐浩德云淡风轻地说，她就是被惯坏了，别跟她一般见识。当时我并没有深究，但总归是不太高兴的。或许是察觉到我的情绪，之后有我的聚会，便再也没见过廖媛媛，包括我们的婚礼。第二次是我们婚后的某一个深夜，廖媛媛满身酒气地闯进我的家里，哭着扑进唐浩德的怀里，娇嗔地质问他：不是说过要永远照顾我吗？不是说过不会抛弃我的吗？阿德，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当时我愣在原地，像一个被欺骗的局外人，可悲又可笑。在我的逼问下，唐浩德第一次聊起他和廖媛媛的过往。他和廖媛媛从小一起长大，算是青梅竹马的配对。上大学时的一个寒假，廖媛媛来到唐浩德所在的城市，吵着嚷着要让唐浩德带她去天鹅湖滑冰，却不知突发意外，冰面破裂，廖媛媛掉进了冰湖里，差点淹死。那天的天气很冷，廖媛媛被捞上来时，整个身体都冻僵了。虽然后面救了过来，却因为受寒严重影响到生育。唐浩德把这一切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认为是自己没照顾好廖媛媛才害得她这样。说到这里，他痛苦地抱住脑袋。如果当时他非要去时，我制止了他；如果我在他离开我视线的时候，第一时间发现了他，那么一切的悲剧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这种自责和内疚迫使他不停地对廖媛媛好，哄着她，宠着她。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只是在赎罪。他迫切地向我解释：依玲，你要相信我，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从始至终我爱的人只有你。那天我生了很大的气，我想没有哪一个女人能接受自己的老公对自己以外的陌生女人体贴入微，况且这个女人还对他抱有幻想。那之后我们冷战了很长一段时间。唐浩德跟我再三保证会跟廖媛媛彻底划开界限，他开始加倍地对我好，以此来弥补对我的伤害。然而这才过去短短半年的时间，他居然要再次为了廖媛媛杀死我们的孩子，这让我不得不怀疑他对所有的好是不是在掩饰什么。上午9点，我走进了书房。唐浩德他不配做我孩子的父亲，我要跟他离婚。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总能从过往的回忆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我记得唐浩德有一台备用机，我不经意间在书房的抽屉里见到过。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还真被我找到了。可见平时我对他是有多信任，才让他对我如此肆无忌惮。唐浩德曾跟我说，这部手机是用来联系重要客户的，让我不要乱动，我竟傻傻地相信了。可打开微信的瞬间，列表里只有一个通讯人，头像正是廖媛媛，真是够讽刺的。忍着恶心，我翻看了他们全部的聊天记录，记录是于5年前，比我还早1年。你真的要娶她吗？这是你能继续留在我身边的条件。那我怎么办？别担心，我会照顾你一辈子的。结束于昨天。阿德，我活得好痛苦，我说服不了自己去接受你和别的女人生孩子。我走后，你不要想我，
好好的活下去。永别了，我亲爱的阿德。这里唐浩德没有回应，想来是急着给他打电话中。难怪我平时微信联系不上他，原来都挂着小号跟白月光浓情蜜意，内容很多，多到我花了几个小时才看完。在里面，他们像一对亲密无间的恋人，他们会向彼此分享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甚至于廖媛媛买的贴身衣物都会一一发给唐浩德看，并帮着挑选。阿德，你看我穿这件睡袍好看吗？粉色好还是白色好？你穿什么都好看，穿什么我都喜欢。看到这里，我竟忍不住一阵干呕。忽然想起怀孕前几个月，经过一家用品店，我心血来潮，精心挑选了一件蕾丝花边的粉嫩睡衣，不好意思穿，先是在镜子面前比划着，想等唐浩德回来再试给他看。碰巧他推门进来，看到我身上的睡衣，我清楚地瞥见他眉头紧皱，一脸嫌弃地打量了我一番，似是很不爽的样子。我赶紧放下手中的裙子，随手丢进了衣柜，以后再也没尝试过这种款式。我以为他思想保守，不喜欢自己的女人穿得太妖娆、太暴露，原来他是不喜欢我穿成这样。再想到平时我买衣服询问他的意见时，他都是敷衍了事，眼眶酸涩难受。我放下手机，抬起头，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忍住不让眼泪流下来。原来他娶我是为了能和廖媛媛长相厮守。现在廖媛媛闹自杀，他慌了，装不下去了。我望着天花板，嘴角的笑弧慢慢扩大，决堤的泪水喷涌而出。4年啊，我全心全意爱了他4年，到头来活成了一个笑话。不知哭了多久，我昏睡了过去，直到外面响起了震远耳欲聋的拍门声。谢依霖，你给我出来！我依稀辨别出这个不太陌生的声音。王芳，廖媛媛的妈妈。至于她来干什么，可想而知。我原本不想搭理她，刚通知完物业，就听到有其他被吵到的邻居在走廊骂骂咧咧。无奈，我只好打开门。王芳见到我的瞬间，蓄着怒火的巴掌啪扇了过来。你这个狠毒的女人！一夜未眠导致我反应慢了半拍，左脸颊火辣辣的疼痛刺醒了我，甩头当场就回扇了回去，比他打得更狠更用力。你居然敢打我！王芳捂着脸，不可思议地瞪着我。在他第2次准备要扑过来时，我顺手抄起门边的灭火器，恶狠狠地对准他。廖媛媛自杀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王芳到底还是怂了，不甘心地止住了向前的脚步，但嘴上却叫嚣得更厉害。媛媛就是看了你发的朋友圈，受不了刺激才自杀的。谢依霖，你好歹毒的心肠，活该阿德爱我家媛媛，不爱你这个恶毒的女人。要不是，给我滚！我气得全身发抖，举着的罐罐就要砸向他的架势。他吓得面容失色，退开一步，还想继续叫骂。好在保安及时赶到，将人拖走。房门关上，我抱着颤抖的自己，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难道我连怀孕在自己的朋友圈分享喜悦的权利都没有吗？为什么他们都要来指责我？陡然间，我发现了一个被忽略的问题。我从未加过廖媛媛的微信，她又是从哪里看到我怀孕的消息的？唐浩德回来的时候，我正对着镜子往脸上抹药。他的脚步声很急，先是去的卧室，找了一圈，最后才推开卫生间的门。此时，我刚抹完最后一点药，王芳那一巴掌扇得不轻，半边脸不但肿了起来，还留下几条刺眼的血印。
唐浩德的视线只在我脸上停留短短1秒，甚至关心的话语都省略了，不由分说地拽着我的胳膊往外走。混乱中，脸上疼痛的部位被蹭到了他的胳膊肘上，我吃疼地叫了起来：“唐浩德，你要干什么？快放开我！”唐浩德置若罔闻，我挣扎不开，对着他的胳膊下了死口。他撕的疼痛之下甩开了我。得到自由后，我头也不回地冲出房间。再出来，手上多了2份离婚协议，重重地甩在唐浩德的脸上。我一刻都不要再等，恨不得马上跟眼前的人解除关系。唐浩德视线下移，落在地上的离婚协议书上，再抬头，深邃的瞳孔迸发出寒意。他咬着牙：“圆圆因为你差点死了，你凭什么一走了之？马上跟我去医院！”我不去。唐浩德，我怀的是你的亲生骨肉，你不能这样对我们。唐浩德的眼里终于有了一丝动容，他不再强硬地来抓我。在我以为他良心发现时，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我遍体生寒。孩子没了可以再怀，圆圆只有一个。听话，等圆圆能接受以后，你想生多少生多少。我身体剧颤，苦涩地勾起嘴角。廖圆圆的命是命，我孩子的命就不是吗？唐浩德的脸上渐渐有了不耐的神色。我不想拿未知的事去赌圆圆的生命。原来心痛到极致真的会麻木，真的不会再流泪。我抬手抹了一把脸，干涸无比。再次看向唐浩德时，我彻底收敛起情绪，眼底只剩冷漠。孩子我会打掉，跟你这样的人生儿育女，只会让我恶心一辈子。我的语气从未有过的恶劣。我转身回书房拿笔，弯腰捡起地上的协议书，递到他面前：“签了吧。”唐浩德脸色极其难看，盯着我沉默了一会，接过去，看都没看，但刷刷地签了字。我暗自松了口气，方才去书房时，我就偷偷报了警。孩子是我的，他没权利决定他的生死。我以收拾东西为由，拖延时间。敲门声响起的瞬间，我悬着的心落了下来。打开门，看到的不是警官，而是婆婆周慧。跟妈走，谁要是敢动我的孙子，我跟他拼命。我小小惊讶了一下，来不及反应，唐浩德听到动静，从书房出来。他似乎也很意外。妈，你怎么来了？婆婆紧紧抓住我的胳膊，生怕我跑了一样，朝唐浩德冷哼一声：“这你得去问廖圆圆。”廖圆圆，她不是希望我打掉孩子吗？婆婆那么想要孙子，为什么要通知她？这个答案让唐浩德和我错愕不已。婆婆沉着脸，转身带着我就要走，但我并不想跟她走。这个孩子生与不生，都不想跟他们唐家有任何瓜葛。霎时间，我另一只手被唐浩德扣住，他的嗓音低沉且愤怒：“你不能带他走，圆圆自杀的事情我还没找你。”我身体顿住了，发现事情越来越迷惑。唐浩德这话是对婆婆说的。我看到婆婆脸色变了变，他们母子之间到底在耍什么把戏？气氛僵持不下，我的2只胳膊都被钳制住，甩也甩不开。这种感觉让我很烦躁。你们给我松手！不行，你今天必须跟我走。他要留下。他们母子俩丝毫不顾及我的感受。我被当成一个玩具，左右拉扯，2只手早已勒出一圈红痕。这种不适的感觉致使我的肚子越来越痛，一下一下跟针扎一样，隐隐伴随着湿润的液体流出。我肚子好疼，我难受地弓起了背。我的话语终于引起了2人的注意，他们这才不约而同地松了手，朝我看来。婆婆惊恐地瞪大了眼睛：“依玲，你怎么了？”
婆婆的喊叫声惊醒了唐浩德，他一把将我拦腰抱起，冲出去。在车上，两母子还在为刚才的拉扯互相指责。我疼痛得无法呼吸，汗珠渗湿了衣衫，不一会儿便疼晕了过去。我流产了。醒来时，睁开眼只看到廖媛媛正一脸正得意地站在床边看着我，眼里尽是挑衅和幸灾乐祸。我终于明白，是你通知婆婆的。我艰难起身，撑着虚弱的身体质问道。她嘴角上扬，轻哼一声：“不然，你肚子里那块肉怎么能掉得那么快？”我倒抽一口凉气，这个女人的心才叫狠毒。她明知道唐浩德跟婆婆一向不和，缘由就是当初极力阻止她和廖媛媛在一起。我得不到的东西，你凭什么得到？老太婆不让我和阿德在一起，我就毁了她心心念念想要的东西。廖媛媛再次露出诡异的笑容，我看了不寒而栗。那也是唐浩德的孩子，你不是爱他吗？为什么要毁了他的孩子？我忍不住追问道。这是他向我赎罪的条件，我生不出，他就不该有这个念想。谁让他背叛我？谁让他娶了你，不管我的死活？那是他活该。我冷冷地看着眼前面容狰狞的女人，觉得她简直玷污了白月光这个纯洁的代名词，恶心的感觉随之而来。你竟也看不起我！见我做出呕吐状，廖媛媛彻底怒了，她冲过来拔掉我身上的管子，手背上的鲜血喷射而出，浇了她一身。你本来早就该死了，上次算你命大，没有摔死你。你死了，阿德就不会离开我。我惊醒过来，脑子疯狂转动，突然想起1年前那次聚会，原来是你。我刚想起身躲避，可是已经来不及。他快步向前，疯狂地掐住了我的脖子，我虚弱的身体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对，就是我，是我把你推下去的，是我想要置你于死地。那一次，要不是阿德及时接住了你，你早就没命了。都是你，只要你死了，就没人可以拆散我们了。我没想到你从那么高的楼梯上摔下来还死不了。明明阿德跟我说你可能没办法生育了，你知道我听到这个消息有多开心吗？你终于也跟我一样了，凭什么我生不出，你却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在我以为自己就要窒息时，门突然被推开了。住手！唐浩德一个箭步冲过来，拉开了失控的廖媛媛。媛媛，你说的都是真的吗？上次也是你要置依灵于死地。唐浩德一脸不可置信地盯着廖媛媛，试图从她那里得到否定的答案。你明明跟我说是我妈失手将依灵推下去的，怎么会是你？思绪不知不觉飘到了那次员工聚会，那是唐浩德刚荣升为老总的庆功宴上，婆婆也来了。因为生孩子的事情，我们在休息室吵了几句。现在阿德功成名就，你们结婚也有2年多了，你的肚子怎么还不见起色？婆婆的话让我很不爽，加上喝了点酒，于是我顶撞道：要生也要你儿子配合才行啊，生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婆婆当时有点生气，正要上前说教，我端起酒杯就想下楼，不想再跟她理论。碰巧唐浩德在楼下向我招手，让我下去招呼客人。我刚抬腿向下，突然后背一记重重的推力袭来，我毫无防备之下从长长的楼梯滚落在地。那一次我摔得很严重，在医院昏迷了3个月，身上耻骨肋骨全骨折，头部受到重创，主要是盆骨也受损。医生曾交代，我很有可能因为这个原因不能正常怀上宝宝了。康复后已过了大半年，我得到的答案是，
婆婆因为一时情绪激动上前推了我一下，我因为脚踩高跟鞋一时踩空，导致两个人同时摔落在地。只是当时婆婆压在我的身上，摔得没那么严重。由于时间太久，又关系到婆婆，加上这半年来婆婆愧疚难当，常常觉得是她害了我才怀不上孩子的，每日自责。唐浩德因为这事跟他妈也有好一阵不来往，天真的我还一度为了劝和他们母子俩费了不少心思。所以当我得知自己怀孕的消息时，我第一个告诉了婆婆：“妈，我怀孕了。”婆婆在电话里激动得泣不成声。10，其实我……妈，你别再自责了，我不怪你。好不容易有了孩子，我想向全世界公诸我的喜讯，却没想到婆婆也是好心干坏事。她因为太高兴了，居然把我的朋友圈文案转发了一遍，恰好被廖媛媛看到。都是你，为什么要救他？当时他都昏死了过去，根本没人看见。你要是不把他送进医院，他那次就死定了。廖媛媛双眼猩红地瞪着唐浩德：“你说过会守护我一辈子的，你说过他不会再有孩子的，可全都没有兑现。你娶了她，还让她怀上了你的孩子，我恨。”廖媛媛不停地指责着唐浩德：“还有你妈，以前待我像亲女儿一般，说什么唯我这个儿媳妇不认。呸！在知道我不能生育后，她还不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我们。所以你把我妈也一起推了下去。”唐浩德瞪大双眼看着他的白月光，或许是不敢相信眼前他深爱多年的女人竟有这等蛇蝎心肠。是，她该死，你妈更该死。是他为了传宗接代逼你娶这个女人的，是他狠心拆散我们，毁了我的幸福。媛媛，她是我妈呀！唐浩德痛苦地揪紧了眉头，似是在抉择着什么。只要阻碍我幸福的人都该死。廖媛媛随即发出瘆人的笑声，哈哈哈！你妈不是想要宝贝孙子吗？我偏不让她如愿，她毁了我的幸福，我就毁了她的孙子，哈哈哈！廖媛媛，你好狠毒的心肠！婆婆厉声出现在病房中，她缓缓走过来，把我扶起来坐下，又叫来护士给我重新打好点滴。我半躺着，无力感油然而生。可这场戏看起来还没完。我从小到大把你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看待，自从让你和阿德分手，我心中有愧，一次次原谅你的过错。可我没想到你竟然要害我唐家的香火。原来那次我的坠楼事件跟婆婆并没有关系，当时是廖媛媛突然出现到我背后想要推我，婆婆发现来不及，为了保护我，她迫不得已扑上来，才有了两个人一起滚下楼梯。后来为了掩盖廖媛媛的罪行，婆婆选择了一人承担，从而导致唐浩德心中有芥蒂。他没想到廖媛媛死性不改，在知道我怀孕后，居然以死威胁唐浩德要我打掉孩子。事情真相明朗后，唐浩德抱着头伏在大腿上，久久没有抬头。不一会儿，警方赶到，在众人的惊愕中带走了廖媛媛。是你报的警？唐浩德这才艰难开口。我回头淡淡地瞥了他一眼，是的。廖媛媛马上变成柔弱的小白兔，挣脱束缚跪在唐浩德的面前。阿德，我只是一时糊涂，我不是故意的，我当时喝了很多酒，神志不清，我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唐浩德一言不发，眉头紧锁着，眼里尽是悲伤。廖媛媛随后又趴到婆婆周慧跟前，周姨，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吧。从小到大，除了我妈，就你最疼我了，你不会不管我的事吧？周姨。婆婆长长叹了口气，
圆圆，这次周姨救不了你，你爱。廖圆圆自始至终没有向我讨饶半句，她只会利用唐家人对她的怜惜，让他们为她出面得到宽大处理。可惜现在我已不是唐家媳妇，我再也没有义务顾及唐家的脸面。此时此刻，我只想为自己昏迷的那半年讨回公道，为自己肚子里的孩子讨回公道。10，唐浩德最终还是开口了。我缓缓闭上双眼，对不起，我很累，需要休息，录口供的时候再通知我吧。廖圆圆涉嫌故意伤害罪依法被捕，即使婆婆不追究她的罪责，我昏迷半年差点醒不过来，这是事实。况且我把头扭过一边，紧紧握住枕头底下的手机，这可是廖圆圆向我行凶的最有力证据。之所以做了这个准备，是因为在来医院的路上，在我疼痛难忍时，恍惚间似乎听到婆婆与唐浩德的争吵。你以为圆圆还是你以前深爱的白月光吗？她的人性早就变了。我不许你这么说，圆圆。唐浩德不耐烦道。婆婆激动地咆哮着，你不会是想把10送到圆圆住的那家医院吧？我劝你赶紧换家医院，不然你会后悔的。唐浩德到底没听他妈的劝告，我忍着疼痛，心里狐疑着婆婆为何要这样说。现如今验证了，廖圆圆得知我被送进医院，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她的目的是要我失去孩子。可她贪心了，当她看到唐浩德衣不解带在病房里照顾我时，她改变主意了，她要我彻底消失。刚眯了一小会儿，感觉到身旁有人靠近，我警惕性马上被拉满，捏紧了手机。10，你醒了吗？是唐浩德小心翼翼的声音。对不起，10，是我的错，我对不起你和孩子。以后我会好好补偿你的，只是线下最要紧的，警局传来消息，才几个小时不到，圆圆已经自杀了3回，割腕割了2回，流了很多血。我猛吸了一口气，虽然身后的男人早已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想到刚刚失去的孩子，我还是忍不住一阵悲凉。有我流得多吗？我缓缓转身，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他若是真心寻死，死神不会给他那么多次机会。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廖圆圆是学医的吧？大动脉的位置应该不会不知道。你怎么能这么冷血？圆圆怎么说也是和我从小一起长大，也是一条生命。我的孩子就不是一条生命吗？我迅速抬高声音盖过他的，我的生命就不是生命吗？他3番几次想要置我于死地，你们包庇了1次，难道还想包庇他第2次吗？唐浩德脸色铁青，圆圆不是故意的，他没那么坏，他只是什么？因爱生恨，一时冲动，蓄谋已久。唐浩德被我反驳得哑口无言，嘴巴微张，摇晃着脑袋，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10，你以前不这样的，以前你都会理解我的难处，不会这咄咄逼人。呵呵，是啊，那是因为我爱你啊，所以爱你的一切，包容你的一切。可如今我心死了，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的一切自然也跟我毫不相关。开庭那天，唐浩德坐在听众席，婆婆周慧作为证人出庭。我淡定地坐在原告席，看着一脸生无可恋的廖圆圆，正哀怨地注视着唐浩德的方向。唐浩德也以另一种心疼哀怨的眼神看着他。呵，真是一对怨侣。当法官问当日的证人证词时，婆婆犹豫了许久，最终还是选择3缄其口，自称什么都不知道。我低声笑了，笑得灿烂。我早该预料到的，可看到婆婆毫无愧疚的表情，我彻底怒了。
在上交手机录音后，听众席一片哗然。廖媛媛听到里面自己如此丧心病狂的狰狞声，再也绷不住了。谢依霖，你这个毒妇，你居然早就提防着我，我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你。说完，他奋力抵抗着警务人员的挟制，疯了似的想要冲出围栏扑打我。唐浩德站在听众席焦躁的不知所措，只能紧锁着眉头，观察着这一切。阿德，是那个女人，她设局害我，她是个坏女人，你要帮我，阿德。廖媛媛在一阵喧哗声中被带了下去，最终她因故意伤害罪成立，被判入狱7年。婆婆因在法庭作假证词，也将面临半年到1年不等的监牢。走出法庭，我仰望蓝天，深吸了一口气，畅快。唐浩德追了上来，被我的律师拦了下来。再怎么样，你不能连我妈也告了吧？她可是无辜的。唐浩德在我后面喊道：“媛媛已经判了重刑，现在你满意了？”我万万没想到，你竟然偷偷录了音。谢依霖，我真是小瞧你了。我妈那么大年纪了，你真的忍心看着她进去受苦吗？我再深吸一口气，回头面向这个不知所谓的男人。第一，廖媛媛，她是罪有应得，不是我让她去触犯法律的。第二，我没有告你妈，是她在法庭上作假证词，藐视法庭，你应该找法官辩理，而不是找我出气。说完，我头也不回地准备上车。由于当时签协议时，唐浩德太迫不及待了，他压根就没有好好看你的离婚协议，里面的条例我也算是没有占他便宜。双方名下共有2套房，他1套我1套，车子2台，1人1台，存款1人1半，公司股份我占15%，每年我只负责拿分成就行。以后即使不上班不做事，我也可以过得很惬意。因为这个，婆婆亲自找到我，说是她可以在法庭上帮我说实话，条件是要我放弃公司股份，以低于市场价20%全部卖给唐浩德。我轻笑，这算盘打的珠子快要崩到我脸上来了。是他让你来的吗？我嗤笑，不是的，依霖，妈知道你心里委屈，你不就是想为自己当初被陷害讨回回道吗？妈可以帮你在法庭上说实话，反正是媛媛错了，妈不会偏袒她的，你放心。结果可想而知，不管我答不答应转让股份，婆婆都不会说实话。她能维护一个想要我命，想要她宝贝孙子命的人，可见这个人在他们心里的位置。现如今，我和唐浩德已签字离婚，我肚子里的孩子也没了，一切尘埃落定。我对他来说不过是个陌生人，他凭什么帮我，为我说话？所以我没答应，也不会答应。但是我说了，妈，等这场官司结束后，我会跟浩德谈谈这笔股份转让事宜，只要别让我吃亏，我不会那么不通情理。毕竟我不会做生意，要股份在手上也没用，转给谁不是转？婆婆听了当即喜笑颜开，似乎是吃定了我会转让股份。只是我没想到她竟然会在法庭上作假证词。其实早在1年前，我摔下楼梯昏迷清醒后，就意识到事情不可能像婆婆说的不小心碰到我摔下去那么简单。因为我明明感觉到后背是一记重重的推力，绝不可能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轻轻一碰。而且那天庆功宴上，廖媛媛破天荒的没有出现，我还纳闷，唐浩德那么辉煌的时刻，他怎么会不到场？在摔下楼梯的瞬间，我明明闻到身后那股熟悉的香水味，这个味道我在唐浩德身上闻了整整3年。不是他，还有谁？事后，唐家人一起隐瞒我真相，
出院后，我专门去调了那天的监控，发现廖媛媛像根本没有从正门进，因为她没有请帖是进不来的。再仔细看，才发现廖媛媛是跟在婆婆身后进的大厅，司仪以为他俩是一起的，所以放她进来了。因为关系到我有可能无法生育的大事，我曾多次向唐浩德证实，他都一口否认说廖媛媛那一晚没有在现场。问婆婆，她也只是一顿自责，称是她没有及时拉住我才失足摔落下去的。看到婆婆愧疚的样子，我也不忍再追查下去，后面也就不了了之。如今真相大白，唐浩德包庇廖媛媛行凶，罔顾我的生命，已是恶劣至极，现在还舔着脸皮为他妈讨公道。你答应我妈的事还作数吗？唐浩德还在做最后挣扎。哼，说来说去，还是为了我手上那15%的股份。最近他为了廖媛媛的事忙得焦头烂额，早就无暇顾及公司事务，其他董事一早对他不满，甚至有了易主的动机。正所谓商场如战场，能者居上。我们刚签下离婚协议当晚，就有公司股东盯上了我手上的股份。唐浩德可不是傻子。婆婆之所以会来找我，他们当真以为我不知情吗？只是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我还没下决心做出落井下石的事情。可现在我要改变主意了，看到他对廖媛媛无条件的维护，还有刚刚对我的态度，我真的没有必要为这段逝去的婚姻再动恻隐之心。上车的那瞬，我拿起电话，拨出一个号码：刘总，股份的事，我们什么时候方便约谈一下吧？刘光，唐浩德公司的人事经理，俩人在公司可谓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也就是他一打听到我俩分道扬镳后，便迫不及待想要得到我手上的股份。唐太太，不，谢小姐，只要我肯转卖全部股份给我，我保证一定不会让你吃亏。刘光信誓旦旦，我也做足了功课，请教了一些行内人士，我自然也不会亏本转出。在协议刚签到一半时，唐浩德气喘吁吁地出现在咖啡厅。不能转，10，你不能把股份转卖给他。唐浩德一脸热切地看着我，像极在看一个热恋对象，这让我不禁想起了廖媛媛。心里的不痛快瞬间涌出，我一鼓作气，大手一挥，连续签下自己的大名，完事儿。在刘光满镜离去时，唐浩德面如死灰地盯着我。谢依玲，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心肠比石头还坚硬。他咬牙切齿道：你知不知道，我在公司的股份最少，这样我随时会被赶出公司的。你这是见死不救！他向我咆哮着，脸色涨得通红，双眼也因没休息好，猩红一片。过去风华绝伦的唐浩德哪里去了？早在廖媛媛入狱后就死了吗？我抬眼迎向他，毫无表情。当你在寒风彻骨的夜里，把我一个人扔在马路边上，为的就是赶去抚慰家里没电跳闸的白月光时，你心肠有多软？当我发高烧40度躺在床上，哀求着你不要走，给我倒杯水，你却给我来一句都30好几的人了，别那么矫情，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为的就是答应了你的白月光。那天你要陪他逛街选情趣睡衣，你心肠硬吗？当我苦苦哀求你别伤害我们的孩子，他是你的亲生骨肉，你对我说，孩子没了可以再怀，圆圆只有一个，你心肠是有多硬？我控诉着唐浩德的一件件罪行，什么时候早已泪流满面。你为了可以一直和廖媛媛长相厮守，选择和与我结婚，为的只是掩人耳目。你把我当什么？我在你心中算什么？他处心积虑要我的命，
你明明知道是他想害我，你居然选择包庇纵容一个杀人犯，还伙同他一起逼死我的孩子。我凭什么对你宽容？凭什么放过他？圆圆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他已经知错了，你还想怎么样？为什么要赶尽杀绝？你知道我没了这项股份，我将无法翻身，这跟我有关系吗？我昂头冷看，唐浩德脸色一抽，被噎得说不出一句话。我快步离开咖啡厅，不想再与他有任何瓜葛。3个月后，周慧刑满释放，他第一个找到我。谢依玲，你这个狠毒的女人，都说一夜夫妻百日恩，没想到你做事这么狠，竟把股份卖给阿德的死对头，你这不是想害死他吗？圆圆在里面不堪受苦，整个人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你好狠的心肠，竟然录音祸害我们。任凭他在楼下叫嚣，我就是不搭理，吵凶了，我直接一个电话打到物业，把他强行拖走。后面他再来，保安看到他就是直接拖，这样来回几次，他也不敢来了。后来听说，唐浩德在一次股东大会上被指控玩忽职守，罔顾公司业绩，造成了公司一定程度的经济损失，被董事会除名，调去一个偏远的城市，从小小的销售做起。廖圆圆在狱中总是闹自杀抗议，每次都是差一点，次数多了，狱警也烦了，不再搭理他。结果有一次，他选择了割喉表示抗议。他以为凭着学医的能力不会伤到自己，可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也就是这一次，让他付出了代价，失手割伤了声带，他再也不能说话了。我把分到的房子卖掉了，只花了1半不到的钱，在临近城市的郊区买了一个带有庭院的老房子，经过不停的改造，成了我的梦中情屋。我在这个情屋里，种种花，养养小猫小狗，惬意非常。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喜欢，记得订阅本频道。我们下期再见。